你好，刚刚是咱们联系的，说有宝贝要鉴宝是吧？那咱这大宝贝，要不然叫你找到小胡同来。就你看见了，就你手上拿的这个东西吗？你想知道点啥不知道？我能上手瞅瞅吗？可以，但是小心一点。行行行。对，小心，等会儿我跟你说，你就知道了。咱这个是刚才电话里说是黄金的，您说的这个黄金的宝贝就是这个？对呀。咱这东西有啥来历吗？我先给你说说咋回事，中不中？我先不跟你说了。行行行，看不出来这是啥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是那是。我先给你说说俺的身世。俺家的五代习武。五代习武。五代习武。哎呦，搁古代，俺那不都是保镖、黑帮，知道不知道？古代的时候，清代那时候俺是保镖。清代你们家就是混黑帮？对呀，那个时候保镖，然后近代的话，那时候俺是混黑帮。现在和平年代了，没有这玩意儿了。那是，现在你也用不着保镖，对呀，你也没法混黑社会啊。对呀，像古代这个东西，俺太爷辈儿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哦，那个时候是应该听过吧？那种江湖武林盟主那些事儿，知道不知道？江湖武林盟主。对呀，别说武林盟主那些事儿了，不是武林盟主，俺太爷他得是武林盟主的左右手。哦，您的太爷爷是在清代的时候，对呀，是那黑帮就是大佬，对，武林盟主的这个左右手，最少在左右手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唐门暗器，唐门暗器，暴雨梨花针，暴雨梨花针，主要现在用不到了，对，所以说你拿着小心一点。我瞅瞅，我和这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东西啊。这是纯金的，你找不着点。纯金的。现在不是用不到了吗？啊，对不对？谁也研究不透，我现在呢就当黄金卖给你了。当黄金，当古董黄金卖给我。对呀，你要研究透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武林盟主，别说武林盟主了，现在咱说黑帮，你得管当老大。不，直接改行。不，咱不能混黑帮啊，是不是？你得先看。别，这个是唐门暗器暴雨梨花针。这咋用啊？这？所以说叫你研究了呀。哦，你也不知道怎么用。对呀，反正就知道这是黄金做的暴雨梨花针。对呀，咱太爷留下来了。那是有名的暗器啊，这个暴雨梨花针。杀人于无形。我的天哪！你想卖多少钱？像那有名的东西，暗器，对不对？咱不说其他的了，你起码得给个500万、1000万呢，对不对？500万、1000万。对呀。您的意思最低得是500万？对呀，最低得500万呢。哎呦，老弟，你这还挺敢张嘴。上来就想卖500万，对呀。哎呀，老弟，您说的这个暴雨梨花针我没听说过，即便就是有这种暗器吧，那也是，我估计也得是很细的东西。你说这么大个怎么当暗器啊？那你拿出来这么大，那你当暗器人家就看到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，你让我说，你看有没有可能啊？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对儿。然后呢，搁以前就是蜡烛往上一插，像一个烛台，有没有可能？你胡扯啥呢？啊！你胡扯个毛线啊！这是暴雨梨花针暗器，这个东西我告诉你，不是说是暗器什么样，暗器小的你也知道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呢，一大片人啪一下都能倒下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的天！你没看到他肚子很大吗？那行，咱就不说它的这个用途了。就说您说这个东西是黄金的是吧？对啊。黄金首先得特别重，这轻飘飘的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看这里面，生绿锈了。这只有你听我讲，黄金它是不会生绿锈的，只有黄铜才生绿锈。这个应该是跟你说，时间的洗礼可能有点颜色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染上颜色了。哎，对，俺没敢动它。哎呦，越清晰越干净，不像老物件的，是不是？有这可能。对呀。老弟，您说您这祖上是黑帮，还有这种独门暗器，我觉得吧，您应该好好收藏起来。我这我要不了，我这玩姻缘的呀，我对这个不太懂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明珠暗投啊。这是一个机会呀，对你来说。不，你研究好了，我操！我去混黑帮，我去当杀手。对呀，当老大，我操！不，我弄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找另请高明，行吧？没远见，老板没远见。不好意思。其他人。那行，行，拜拜。不露脸。安康，陕西安康挨着四川那边。挨着四川嘛。啊。万源。哦，我就说应该是。大众宣汉。是嘞。我一说你就知道。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，挨着四川的，也是陕西的一个网友过来。是吧？哎，一个陕西的网友过来，他说他们那边这好多山，
山啊，是吧大巴山嘛，啊它属于大巴山。啊，老哥这今天这拿的这个藏品是家传的，上次给你是家传的还是我不是收藏嘛，我还啊收藏嘛。哦，原来上班一个收藏，自己收藏的，自己淘的。这淘的嘛，哦，玩的时间长了，不是那年我跟你说过吗？嗯22年的时候跟你说过。啊，没事儿咱瞅瞅，咱瞅瞅。哎呀，这就是那一卷里边的，那你这我先瞅一眼。你看看弄那啥。呀，乙巳，江南乙巳，这个可厉害了。因为那原来上班我在铁路上，嗯，铁路上，这现在退休了。老哥，您这是在哪儿买淘的？古玩市场淘的吗？哎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去乡下收的。就是原来我上班的时候，说白了也就是专门两山口跑货，知道吧？哦，到处跑货。嗯，其实我玩的时间长了，80几年我就玩，这个时间不太长，这个时间可能有个7、8年的样子，知道吧？7、8年。你看一下，你把这个看，我这还有东西。说那整体，我玩的时间长。这个东西，老哥咋说呀？这银肯定是银的，但是这可不一定真的。这江南乙巳，说实话，那江南这上时针里面的呀，乙巳那厉害了。这要是这个光度，基本上没咋流通过，是吧？这要洗拿去评分给分了，这还得了？这几十万啊！这个一整就是啊，我一看那也都是没打开的。哎呀，这是不是啊？我的天哪！老哥，我看着可不咋样，不咋样啊？可不咋样。主要是全部都是没流通过的。然后呢，首先咋讲吧，老哥，不管他这个绣，对，不管他绣那个啥了，咱就首先说一下，川龙，你们那儿因为挨着四川，对，川龙肯定能见到，并且还挺多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呢，大清、宣三，这一般北方，你看赵种、大清，北方居多，南方的，你看川龙啊、广东龙啊、湖北龙啊、江南龙啊，还是比较多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大清，咱就说概率啊，北方的大清能流通到咱们四川那边，它不可能中间没有说流动痕迹啥的呀，这都是。当然这个东西不是四川的，这可都是带月光的呀，肯定不是四川的，不是四川的，不是四川的。我跟你严格说，不是四川的啊，那是哪个地方的？那跑货的是全国各地跑过啊。我原来我上班，比如说我没时间。老哥，你看啊，那你要不是四川的东西啊，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啊，你到我们北方这边，对，那北方这边说实话，那又没有川龙了，对不对？川龙相对来说比较少了。你看，特别是川龙以及咱们那个四川的大汉银币，对，是吧？我们这边基本上见不到，地域性非常强，对，是吧？它即便肯定是往外流通过，流通的少，即便能流通到外边，它也是经过很多手的这个交易，它这个流动痕迹肯定那个啥。你看这个，这也是原光的。没有，这明显的就是没有流通过的呀。这是我看你这弄开了是吧？是，这都是弄开的。就说这个吧，然后把它打开了。我一看我那展示机的那整体，这川龙在这个龙阳里面也特别贵，普通的很便宜，但是川龙只要是龙鳞，就像这全龙鳞的，老贵了。那比大清赵种都价格都高。我再看看其他的，北洋34年，你看一下，这说实话，老哥，这肯定是银的，但是你让我看的话，因为我们专门搞这个的，我让我一看这就真银假币，它这个绣都不对，哈。哎，刚才你看我们只是讲概率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只是讲概率，但是现在这看这个绣啥的，我等一会儿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几块老绣的、老包浆的，就那种从地里挖出来的那种那个啥，因为像这种整个的它这样的绣，
这上面的这包浆，这明显的不老，不是老包浆。这个是川龙吧，云南的啊，云南老龙，这都不便宜。你别看啊，这个湖北龙相对来说要便宜点。哎呀，这要是真的，这了不得了。你们经常浙江的，哎呀，这有点瞎扯了。四柱壁嘛，老龙，戊戌老龙，哎呀，这好品的，壁面上没戳没伤的。因为你看江南省的银元基本上都带戳，它经济比较发达，对，它这个流通的比较多。今天啊，我买你个东西，我把银元给你了，你买他个东西，把银元又给他，他再赚到我这儿来，那个啥的，经常往钱庄里送。你比如说，你今天你做生意赚了10块银元，搁晚清民国的时候啊，他治安不好，你放家里害怕万一被人偷了或者被人抢了，放到钱庄，存到钱庄。你存到钱庄之后，他都得打上他钱庄的戳记。你看很多银元都有戳记，其实就是以前钱庄打的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银行。他打上戳记之后，他验其实就是验一下真假，验了真的没问题，打上他们自己的戳记，这就是说验过了。哎，所以你看江南那边的银元很多都是大小戳，很多戳，就那时候弄上的。但是这种江南省的银元，你说你能流通到外地又没有打戳，这种概率太低了。所以你看现在江南省的，你说这个戊戌老龙吧，如果说上壁面上带戳的，可能几千块钱就能买到。一旦这上面没有戳，那都10万以上。为啥？因为没戳的特别少。你要是并且那还是普通的，老哥，您这是带底光的，没流通过的吧？这要是真的，这还了得？几十万的东西 ，MS 级别的呀。这个您玩的时间长了，您应该知道呀。这是没洗都能看到底光，一洗那就跟新的一样。所以这东西不对，并且我估计你这，因为这些啊，我看了全部都是银子做的。我称重量都没问题，那肯定没问题。他用银子来做的，那你这买的肯定不便宜。你要说有的他从古玩市场，老头老太太他啊，花了4万块钱，4万就这一件，哎呀29块。我就说你肯定不便宜。你要是真上古玩市场上买点假的，他最多给你要个100块、200块，那种不是银的，是吧？你弄一堆，可能才几千块钱。他说才挖出来那整体整卷的，我想那行吧。不行，我这买别墅嘞，现在急需用钱，我准备把俺老太爷给我留的传家宝大真银元卖了。老太爷留下来的大真银元，对，想出手。这样我先上手看看，行吗？你拿的时候小心一点啊，千万别给我弄坏了。弄坏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赔不起。我的天呀，这种银元我还真没见过。这上面这都是啥呀？我这看这是啥？上面还有这儿唐僧。我的天呀，这个是啥？沙僧。这孙悟空。对，这个是肯定是猪八戒啊，就是猪八戒。唐僧4人，你要见我知道，俺正极出来了。孤品，全世界都这一套，全世界就这一套。不是老哥，你这东西是你家老太爷给你留下来的？对，这，你说啊，这银元上面有画像的，你像袁世凯，对，孙中山，黎元洪，对，包括那些军阀，我都见过。但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上面能有《西游记》里面人物的这种银元呀，老哥，你这东西这从哪儿来的呀？跟你说实话啊，这东西俺老太爷之前在清朝那时候造币厂是主管。老太爷在清代的时候，造币厂的主管，对，有权利。他想造啥银元，他都造啥银元。所以说，通过这一次权利，那时候俺老太爷最喜欢的就是4大名著的《西游记》，
哦，老太爷喜欢看《西游记》，哎，就命人铸造的这种银元。专门自己做了模具，哦，就放到现在，就做了一个，全世界就这4个。就这4个，找都找不来。我的天呀，那你说真是孤品了这。对，按你说的这东西，说实话，这要放到市场上，那不是天价吗？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都不放市场上，我都没叫他漏过光。这一次不买别墅，我都不会把它拿出来。哦，这是因为需要买别墅，缺钱才拿出来卖的。对，我的天呀，那老哥，那你看你这说的这么厉害，你这准备想卖多少钱呀？一个500万，4个2000万，少了别谈。一个500万，4个2000万，对，就最低价就得2000万，不高价。哦，我的天呀，老哥，真要是像你说的呀，就在晚清老太爷，在造币厂工作，对，哎，主管，真是那时候铸造的，放到现在，并且还都是孤品，那你一个要500万，不高，嘿，我都不本人不给你多要啊，不多要挣钱难，我知道你们挣钱难啊，哎，你也得挣点，多少挣点，让你也挣点。不，老哥，你这确实你这想法挺好，要价也不高，哎，但是呢，老哥，他要是真的，那确实值这个价，并且超出这个价都没问题。哎，但是老哥，咱有啥说啥的，那你即便是孤品吧，那最起码银元的常识我也是懂的呀。首先你看这上面的字啊，沙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，还有唐僧，是吧？我看这上面的字体啊，都是电脑字体。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老太爷当时思想比较超前。不是老哥，那清代就有电脑了？俺老太太脑子比电脑都厉害。我的天呀，老哥，你这是瞎胡闹呢？你这来我这儿，你这是来搞笑的吧，老哥？搞啥笑啊？不搞笑。再看一下啊，这，哎呀，再说你说是银元是吧？啊，这跟银元也不沾边啊，不管是编织也好，这个分量都不对啊。银元这么大个儿，最起码26克多。你这样说，我都怀疑你的专业能力到底够不够啊！别搁这信口雌黄。不是老哥，你先听我讲。你既然照跟这个银元大小一样是吧？最起码它重量也得一样。既然是银的，它重量都一样。你说你老太爷是清代那个造币厂的那个主管，那么喜欢这东西，还造的是孤品，最起码他得用银子来做吧。这现在你听听声音，这别说银了，这连铜都不是。不可能。那可能不可能呢？那只能说你来到我这儿了，你想卖给我，那我得照实说呀。我看着不对。你能给多少钱？你说。老哥，我不还价，我一还价那弄不好那就掉进去了。这个我肯定不会还价，这东西我要不了。你说了我也不卖给你。那行，那你不耽误您发财。我看你也不识货嘛。那可能是我不识货，您找高人给您看啊。我得找别人。那行。少2000万我不卖。对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我有这2块银元，看你收不收？2块银元。哎，对。哎呀，还是 PC 评级的北洋龙，一个是 XF40的，一个是 XF45的，不错，原味的。对，龙鳞，全龙鳞，高额头，状态非常好。是吧？我看另外一个，哎呀，这个40的，说实话给的是低评啊。咱这银元从哪儿来的？看老宅子挖出来了。啥？看老宅子挖出来了，俺老子不是要建房子吗？挖出来了。老宅子里面挖出来的？对呀、俺爷以前不是地主吗？现在是建房子嘞，弄地基嘞，挖出来嘞。挖出来的？对。我的天呀！挖出来就这样的？挖出来都这样嘞？就这盒子装好的？对呀、我家里有洗叶子。那不对，咋不对？那都是挖出来的。不是你这瞎胡扯呢？这是苹果级入过盒的呀，还是 PCGS 美国的评级公司？你别讲那些，真是挖出来，你给我看看值多少钱就行了。这弄好了银元，它不值个1000块钱、2000块钱吗？1000块钱、2000块钱。我的天呀，那这不对，你这说法肯定不对。首先啊，你从地底下挖出来，我经常见人家从挖出来，人家挖出来都是裸币啊，
哪可能苹果级入过盒呀？还是国外的评级公司别，这玩意儿留过洋，你知道吗？啊我，说你不信，我也不信，你不信我都是挖出来了。你这瞎胡闹的。没有，这还我看这个评级编号，这88738101，这都是最近评级的，怎么可能能挖出来苹果级的一个音源？你这瞎胡闹的。真挖出来了，真挖出来了，老板。刚才你说一块儿值多少钱？最少得是个1000块钱吧，我不说2000块钱了。一块儿值1000。对呀，哎呀，你连银元的价值你都不知道呀。普通裸币北洋龙，就像这种状态，你最起码也得几千块。这更何况这是 PCGS 评级的，XF45分，像这个每个1万多块钱买不着，1万多块钱。就这一个都得1万多。这个40的分数没它高，这个没1万也得个7、8千，就这2个最低得2万块钱。最低2万块钱。对呀，咋了吧，老板？啊别说2万了，现在1万块钱我给你了，中不中？啥意思？1万块钱都齐了。1万块钱这2块银元给我。对，1万块钱都齐了，中吗？不，你这来路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没有你还是1万块钱给我2万块钱的东西，那不可能啊！ 1万都行，你做生意嘞，对不对？不1万块钱都，行你这东西肯定来路有问题。你这到底从哪儿来的？老板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啊昨天来是吧？晚上跟朋友那喝酒，啊俺朋友喝多了，啊家里边摆了有东西，然后我拿过来了，知道吧？啊！你偷偷拿你朋友的？对，你别说偷偷，俺小时候从开着屁股长大嘞，他吃俺家的，喝俺家的，长大了我拿两块东西咋嘞？从小一块儿长起来的。对呀，那也不行啊。那咋不行呢？那你不能说你偷偷拿他的银元啊，还给偷偷卖了。你不能说是偷，他的都是我的，我的都是他的。不是老弟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啊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不告而取是为贼。你说你这偷偷拿这2块银元拿出来卖，这就是盗窃。是我卖你的，你光我看哪弄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听我都行了。你听我说，你朋友如果说知道这2块银元没了，人家报警来抓你，你得进去喝面条。我喝面条跟你有啥关系？我喝我的面条。哎，不，你这东西我要不了。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刚才也说了，你跟你这朋友一块儿长起来的，对，这么好的关系，咱说实话，你不能说拿人家的东西，偷拿人家的东西，把这东西还给你朋友拿回去。拿回去那不可能嘞，他拿过来都是我的了，现在我再拿回去，不可能，我跟你说啊，老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拿回去，一点啥事也没有。我扯你，我现在问你收还是不收？现在你说值2万，我让你我收1万，你赚1万不中吗？啊不，我多少钱我也收不了。你别给我扯你，你要是不收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都去卖给别人去。哎呀，你别说你发不了财，我跟你说，我卖给别人去。哎呀，你不听劝，你早晚，老弟，我最后再说一句，你不听劝，早晚会吃亏。活该你发不了财，我卖给人家去。我生个小孩，俺岳父岳母拿几个破银元打发我这回我再给他断亲。啊，等于说你生小孩，岳父岳母拿银元当见面礼是吗？是嘞。这样，我先上手看看。都这他俩还有脸跟我说这几块垃圾是他家的传家宝。哎呀，这几块都是袁大头啊，4块银元，等于说是3块大头，然后1块是22年的传阳。啊，这就是姥姥给你们家孩子准备的这个见面礼啊，是嘞。这也不错呀，我看着这几块银元都是老的一眼开门，这编词也没问题，一眼开门没啥问题啊。我觉得这些银元当小孩的见面礼不错呀。不错啥呀？丢死人了啊！咱这不是有小孩了都兴包红包？那是。你看奶奶给他包5000块钱红包。啊，小孩的奶奶给了5000的红包。对，给5000块钱红包。哦。然后呢，那一天我在那屋里，我等一上午，我说看小孩老，你看包个啥红包是吧？是嘞。结果我干等长等一上午，我没见红包。啊。到最后我到屋来了，我一问，我说哎，小孩老包红包了没？然后俺媳妇都说，她说小孩老包了。我说包了啥？我看看。啊。给都叫几个破家伙拿出来了，也都值100-200块钱一个。你这加一点都500-600块钱，你都按多说700-800块钱呗。哦，你家里也有？对。是不是以前卖了？以前卖过100-200块钱。那你要是按你原来卖的这个价钱来说，那这4块确实不值钱了啊。那4块满打满算就按1块200，这才800块钱。这不值钱吧？我都说这东西不值钱。
说你小孩的奶奶给了5000，对小孩的姥姥啊给了4块银元，对，你觉得这也就值个几百块钱对4块破银元。啊？感觉小孩的姥姥太抠门了。昨天小孩奶奶还正问嘞，他说他姥包多少钱？咱这点儿规矩是啥？啊小孩姥得比小孩奶奶包的东西多，包的东西见面礼必须得姥姥比奶奶拿得多。对啊，然后呢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，说出来害怕丢人。对，你这中间啊，多少有点误会。你先听我讲，啊，你以前卖的这个银元啊，你说100-200，我估计啊，你不是这2年卖的，啊，不是是吧？最起码得个7-8年或者10多年了。啊，反正以前有，我记得都是不是200块钱。对呀、你也知道这银元确实这民国的东西放到现在基本上也就100十年了。这玩意儿呢，它是不可复制的东西啊，越放越值钱呀、你说你10几年前，你说你一块儿你卖个100-200块钱，那正常，那确实以前就是值那么多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。现在值多少钱？现在值多少钱？我给你打架，行吧？好，总共是4块银元，3块大头，大头啊有2块是3年的，也就是普通版。好在壁面上没戳没伤，像这种一块也就1000多点，一块1000多点。这两个2000多块钱没跑吧？然后咱再说这个是9年的大头，并且这个不是普通的9年啊，这是9年金发。你看它这个发丝特别漂亮。像这个我估计价值在2000左右。啊，这个值2000，对，这个这就4000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再说一个传阳啊，它分21年和22年以及23年。这3个年份里面啊，23年的传阳最便宜，它跟普通的大头价值差不多，一块1000多一点。然后再数呢，就是22年的传阳，这个就是22年的。22年呢，相对来说铸造量要少一点，铸造量少，存世量也少，所以它的价值要比23年的要高一些。像这种品相，我估计也得2000多块钱。啊，这加在一起，你想一下，这多少钱了？完，你说这几个这东西都正值钱吗？那是啊4块都值6-7千块钱了吗？对呀、我听俺媳妇说嘞，她放了还有嘞，啊，那不中明儿个我再上她家一趟，等于说你岳父岳母放的还有。还有，我再还有上她家一趟，不中我都给她弄过来去。那以后好好的孝顺你这岳父岳母，那以后这传家宝这不都是你的是嘞，我对不对？我明儿个去我都给她都弄过来去，啊？那这几块银元是准备出手还是再留着？先留着吧。留着啊先留着先行，留着啥时候想出手了过来找我，好，行吧好？来，好东西你拿着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没事没事。好。到底是啥东西啊？你先拿出来让我看看呗。你给我看看吧，这个东西是收拾老房子收拾出来的宝贝。哦，收拾出来的宝贝。一开始我也不在意，哦我就跟网上咨询一个专家，啊，说的这个东西一个值1万多。一个值1万多。对，然后这是啥呀？这一个值1万多。你给我看看，我哦都上去上北京找他去了。哦，你要是看了之后给的价钱高，我都给你了，我都不用去上北京找他去了。哎呀，这是在哪老房子里面能收拾出来这个东西啊？这收拾俺爷老房子里，俺爷不是去世不是7-8年了吗？啊，我想俺家那个老房子收拾收拾，我想放点杂物。哦，哎，没想到收拾他那个床底下的时候扒拉出来了。哦，在爷爷的老房子里面扒出来的。老房子床底下扒拉出来了。啊，然后我一看，我一看，我给你搁那个网上找个咨询一个专业的、权威非常高的专家。我一查，专家咋说嘞？一个值1万多。就这一个能值1万多。叫我去北京找他去的。哦，北京的专家对，说一个能值1万多，让你去卖给他。是的，那你这可不少啊。那肯定不少。我这几十个，起码不得卖几十万吗？那是呀，那要按他的意思来讲啊，一个1万多，这么多啊，那确实最少得大几十万呀。这丫子管值几十万，这要我正嫌俺家里边房子旧嘞，这要买个房买个车，这也用不完呀。那是咱们周口这边现在房子挺便宜的，你要是真能值那么多钱，那买房买车确实不是梦了。没想到俺爷这个小老头啊，平常的不显山不漏水的呀，给我留下那值钱的宝贝，可叫我高兴坏了。哎呀，你先别高兴呢，美女。
你找这个专家是不是一个伪专家、假专家？你这话咋讲嘞？这些东西吧都是老的，我看了，确实都是老的。基本上我看还都是晚清的。你看这上面，你看大清铜币，很多，还有一个光绪元宝当时，这些确实都是老的。但是这个都是铜板啊，你知道铜板是啥意思吗？我知道啊，铜板是以前的铜板，古董啊，值钱啊。铜板这种东西啊，就是在晚清的时候就属于零用钱。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的钞票吧，100的、50的，那是大额的钞票，大面值的钱。就那种1块、5毛的，就那种硬币，叫小面值的钞票，是吧？对呀。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就晚清那时候1块、5毛的硬币。这玩意儿呢，铸造量非常大。你要说值钱吧，你毕竟放了，你看100多年了，它肯定多少能值点钱。但是你要说一个能值1万多，那就有点瞎胡扯了呀。铜板这玩意儿，你说有没有值1万多的？肯定有，但是那得是稀少的板别，或者是四柱币或者啥的。那你这种，说实话，这都是普通的流通品，怎么可能一个能值1万多呢？这你这老爷子放的，你看着几十个，感觉很多，你这都不算多。之前我见过人家家里有的放的上万枚都有，上万枚是个什么概念？一大麻袋，麻袋吗？对，一大麻袋，能明白吧？这东西传世量大，它就不会值钱。这跟古董一样啊，古董人家都知道，物以稀为贵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存世量这么大，怎么可能值钱呢？我跟你说一下啊，像这种铜板呢，因为这是当时的，我看了一下，都是当时的，因为当20的才几块钱一个，但当时的呢，相对来说要少一点，并且我看你这全部都是带龙的。一般啊，像这一个估计也就20、30块钱，一个20、30吗？对，一个20、30块。你像这可能有个几十个吧，能值个几百块钱，那没问题。但是你要说想值个几十万，靠这个买房子买车，那就有点瞎胡扯了。那不得用我瞎忙活，搁这瞎高兴吗？你反正这东西没那么大的价值，你就是即便换成银元，你说几十个银元。他一般的也值不了几十万的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说是你说，我看来我得去北京一趟。去北京找那个你说的那个权威专家。对，权威专家是的。那可以，那你去北京也行，去见见世面也可以。但是呢，咱有啥说啥的，我给你一句忠告，你去的时候，人家不是给你卖东西吗？对呀。人家来给你钱，对吧？你别把自己的钱给人家就行了。到时候他会找各种理由、各种借口找你要钱，比如说去鉴定啊，或者啥的，或让你参加拍卖啊，提前给你要钱，你别给他们就行了，行吧？那你注意一点，行吧？中，那就让你白跑一趟了。那没事，没事。俺爸真是有先见之明，10年前啊就把我需要结婚用的买房子钱准备好了，找着卖了，直接买房子。老弟，我看你手上拿的是金条啊？对，我能上手看看吗？可以上手看看，小心谨慎。是俺爸说了，换一套房子绰绰有余。我的天呀，这个金条可不简单呀，这可不是现在的东西啊，这还是个古董嘞。那是不是更贵啊？那你要是按古董的价格，那肯定比现在的金条价格更高。呀，我这房子稳了。那你看这上面还有落款10分金。兰州永丰，还有这边张武业，我的天呀，你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从哪来的啊？这是10年前俺爸花2000块钱买的。花2000块钱买的？对，人家是挖出来的。我听他们说的啥叫大黄鱼，叫啥？从土里挖出来的。对。然后卖给你父亲了2000块钱。对。那不对吧？你就10年前金价没有现在金价高，即便按当时的金价，这2000块钱也买不住啊。那时候我年龄还不大，我具体不知道他们咋沟通的啊。反正就是你父亲2000块钱捡漏了，应该都这吧？这比较厉害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确实厉害啊，因为啥吧？
因为当时俺爸买家之后啊，俺邻居看见了，邻居看到了，对，连夜来找我们商谈啊说了愿意用一套现成的房子给我们换，我们都没换。10年前人家就愿意用一套房子换这根金条，对没换。对，那为啥不换了啊？俺爸考虑的是当时我还太小，房子要它也没啥意义，古董嘛，越贵越值钱。那是然后呢，就准备叫这一直留到我结婚的时候，放到刀刃上，万一越来越贵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明白了。放到现在，然后等你结婚的时候需要用一笔钱，比如买房子、买车、下彩礼啥的，对，再把这拿出来卖了。古董越放越值钱嘛。那是，只要是古董，那肯定是越放越值钱。对。那你现在是马上要结婚了，对，要买房子，准备买个房子，想把这个卖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要是真的黄金，说句实话，你别说买一套房子，我觉得这买2套房子、3套房子也用不完的钱。你知道为啥吗？从这个规格上来讲，这个我估计最起码得是15两到20两的金条，并且你看这落款啥的，最起码得是民国以前的东西。搁以前冶金技术并不发达，因为以前银比较多，黄金特别少。所以黄金的价值更高，它存世量因为比较少，并且它是古董，它肯定是价值高呀，对不对？那你放到现在，它肯定特别值钱。这么大一块的，少说得几百万。几百万？那你一根金条上千万的都有。呀，俺爸这真是有眼光啊，眼光独到。我这以后不用工作了，躺平了。那你要是真的，那你别说躺平，你下一辈小孩那躺平的也花不完的钱。中，还好当时没有换，要换了不是亏了吗？哎，不，你先别着急。但是你金条吧，你不管是古代的金子也好，现在的金子也好，对呀，那金子的密度，它是19.3呀，它放在手上就这么大一块，特别重啊，这现在轻飘飘的呀，你看起来很黄，但是这可不是金子呀。你刚才不是说那啥不发达吗？技术不发达，它也能炼出来黄金啊。能炼出来黄金，它金子就得重，这现在轻飘飘的。你这么大一块，我刚才说15两到20两是吧？按以前，因为以前的称一斤是16两，你像这差不多得1斤啊，甚至1斤得多。但是这现在拎起来，我估计最多100-200克，重量不对，你能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我感觉大概率是假的，并且你看这后面啊，后面这平的这地方。我感觉有像用车床拉过的痕迹。那你不对啊，刚才你还说了这个啥东西已经验过真假了，这个验他验过真假，这上面只是写了，那并不是说他真的就验过了。我觉得这是假的。你要是真是结婚需要买房子，说实话，赶快想其他办法。靠这个，我跟你说这弄不成事儿。那这能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这东西值不出啥钱，这在古玩市场我估计最多几十块钱，对不对？几十块钱？对呀，你没看着吧？刚才1000多万了，那这真的能值那么多钱？假的它值啥钱啊？没看着？没看着呀，那这俺爸骗我了吗？难道是？说我结婚时候给我弄个房子了，那我这眼看都该结婚了，那我估计不是你父亲骗你，是你父亲被骗了。确实不值钱，不值钱。那我不管，我结婚必须得有地方住。不行，我让他撵着我住他房子了。我的天呀，那不行。大姨，你放心，咱不拍脸，主要拍东西。那是大姨的，你别乱拿，那是大姨的，对，那是大姨的，是吧？这个是你的啊，是这个是啥情况？我跟你说吧，我是搁电上买的那个是面瘫的药。你说药多钱都是多钱。那对呀。我这个面瘫的也几年了。也几年了，我都感觉到有2月头的都那渐渐好像光想流嘴背。有点不舒服。哎，对，有点。买的这个治病的药。买的治病的药嘞。那跟这个有啥关系啊？你听我说他这弄了个1-2月了，他给我发过来给我打的电话，他说是给我送的洗脚粉，他给我送的洗脚粉，我不要洗脚粉，他阿姨不给你要钱，不要钱，咱这好的事儿那对呀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我不喜欢占任何人的便宜。对，咱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，容易。他跟我说的泡脚咋着好，有多少包给我多少包，关键你洗1年半。
哦，这洗1年半要多少钱呢？啊，他说只78块钱。78块钱。我说他那要说这价格也不贵。哎，对。不是大姨，咱们说半天了，咱重点没在这儿啊，咱主要是讲这个呀，这金表。这个洗脚纹我送来了啊，送来了。好了，这一张都给他你弄那广告画啊！不是大爷，重点是在这儿呢，这不是洗脚的东西啊，这是手表。洗脚的东西里边就是那个广告画，叫刮卡。哦，一等奖。哎，对。哦，他给了你一个那个抽奖券。哎，然后咱一刮那个刮刮乐，就像那样，一刮个1等奖。哎，他说1等奖。哦，中的是金表。你请叫你去鉴定去了，这了那了，肯定得是真的。哎，对，他说全部都是真的。哦，我想着我的这不是跟贴匾子刷点漆的道理吗？哎呀，大姨，你这懂得还是挺多。不是，他问题是重点是给你要钱没有？他不管是真的假的，对吧？他要是免费送给咱，那不是免费，管他真的假的，咱要呗。反正也上不着大脾气啊。300块钱涨2块钱，全当管了。298。哎，对。这298为啥要送你298呢？这你来的时候。哦，有快递费。哎，快递费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啊，我这种我还真见过。这等于捞着辫子踩着脚，都是俺的事儿。我知道了。等于说啊，你那个刮刮乐一刮1等奖，然后这个奖品啊免费送给你，但是你得付快递费。哎，对。但是普通的快递费一般10块钱、20块钱，为啥能收到298呀？啊，这你看咱们，这送那个这里又一个刮卡，还有一个刮卡，又一个那卡呢？卡那个我没要。哦，没要，直接扔了。直接扔了。哎呀，我打电话，大姨你又中奖了。又中奖面啊！我的他问我刮卡嘛，我里边说的一个九龙杯。九龙杯。咦，那都是金子的。哎呀，金子的，他带点银子在单面上，哪那好的事我的那是我吃的那再不要钱那不要钱，老是送黄金是吧？那谁顶得住啊？我说的，咦，叫你的儿子带，叫你的媳妇带啊。阿姨，您今天过来意思就是想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金的？哎，对，是吧？哎，对。那行，那我下面啊，我看到的这俩戒指，还有这个金表，还有包括那个手串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些东西，跟黄金一点关系也不沾，一点不沾吗？假的。哎，你以后再碰见那种什么刮刮乐一刮1等奖，是吧？再让你那个啥，咱那个便宜咱不占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感觉好像呀，2块金表，2个金戒指，一个金手串，这是毛主席纪念章。毛主席纪念章还说是黄金的。哎，对。哎，你想一下，这么多黄金得多少钱？还有一个金卡，是吧？我后来盖，我照你这一说，那不发财了？他是用哪个快递给你发的？他得代收货款呀，是吧？因为像这种套路，大爷，我教你一招，你不用让我看，我知道了。这是顺丰给你发的。有多长时间了？收到这个？一个12点有10分15.2那天。哦，我听到是昨天的事是吧？啊，昨天的事是吧？对。我教你一招，大爷。现在啊，你那个298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因为像他这种属于代收货款。代收货款的话，虽然你把钱给那个顺丰的快递员了，他那个钱啊，他得1个星期以后，顺丰才会把这个钱给那一个骗子。你现在找顺丰，你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，然后顺丰如果不愿意的话，你打12315或者打110报警，因为这就是诈骗，这专门骗你们老年人的，明白吗？还把那个钱能追回来，虽然你签收了没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不管是哪个地方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找顺丰。然后要把这个东西，你说给我退了，把我那个298给我，顺丰他一般因为你已经签收了，他做不了这个主，然后你打12315和110，知道吗？这就是骗人的，因为像这个东西，像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知道总价值能值多少钱吗？20块钱一大关。看我说的都是这，20块钱一大关，明白吗，大爷？我跟你说，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儿，咱别上当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一扣1等奖啊，扣2等奖，那净骗人了。我都说了，咱这也讲哎。对呀，专门骗你们老年人。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太多了啊，知道没？这个老太子的种菜的，这挖出来宝贝了，这丫不得发财吗？
挖菜园子挖出来宝贝，我看你这挖出来都是银元啊！这确实不假，你的眼光很好啊！这我跟你说，这全是俺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。哎呀，这都是大头！我的天呀，这有多少块？这有多少块？20块。20块。嗯，咱们先数一下数量。数量肯定不会少，这是我对这东西比较仔细。哦，比较仔细。这是10块。哎呀，还真是20块。一块不多，一块不少。家里还有50块的。家里还有50块？对，没拿过来挖。我的天哪，那你这祖上可不简单啊！估计得是大地主。老百姓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银元？地主无地主不知道，以前我光知道俺这个老太爷在民国时候是干生意的，在民国的时候做生意呢。对。哦，那怪不得。你做生意，你最起码得有流动资金啥的，是吧？对呀，那钱是肯定少不了，没钱咋做生意？我听爷说的，俺祖上以前干生意的干的还不小，做生意做的挺大。挺大。那怪不得。我刚才听你说，咱这是在哪儿挖到的？在这个老宅子年有是有了，没人住啊。我想着闲着，现在菜也贵，你也知道。我说种点菜，不是省那俩钱是俩钱吗？哦，种点菜，这样不但省钱，还健康呀。对呀，是不是？有机产品。对，你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啊。我这还没挖起锄头嘞。可是堆出来个罐子，里边装的全是几十块。哇，有个80多块吧。80多块啊！我的天呀，你这是厉害了。人家有的就是把院子都拆了，结果挖出来的都是铜板。上次有一个把他爷的房子给拆了，最后挖出来一堆铜板。你这个怪好，挖个菜园才挖一点儿，挖一罐银元，你说你这运气，你说上哪说理去？我都说这都是俺祖上看我穷，看我这一辈子没发过啥大财，给我的财富。那是，还是祖上留下的财富。对啊，我都说了，这一次看这东西现在管值多少钱？要种上我不行，我请个挖掘机，就让那都挖了。也要挖啥？还要挖那院子？对呀，我跟你说的那个上回一样，我也挖，说不定里边挖的比他还多呢。俺祖上家大业大的。啊，你也想试一试？对，我也想试一试。那这样吧，我先给你看看银元值多少钱吧。好，行吧？你这我发现咋都喜欢挖自己家老房子呀？这有东西没东西挖到哪儿？那是这个道理。哎呀，总共是20块啊。我看了一下，这大头好像基本上都是3年的，有10年的，还有9年的。不过这9年是普通版，也不是精发。普通的大头呢，像这种壁面上没戳没伤的，我们现在收啊1100一块。你这20块呢，也就2万2。那可以啊，卖了之后我花2000块钱请个挖掘机，全部挖完，说不定挖出来几百万了。不，你先别着急，你不是家里放的还有几十块的吗？你听我这样说，你比如说啊，你自己要是把钱存起来的话。一般不会存几个地方吧，一般就放一个地方吧。不是，你看你一罐子，它就在那一罐子里面吧。你听我跟你讲啊，那时候的房子都大，好比说取一个7一台、8一台的，他有点私房钱，那不是都也放起来吗？那多呀。对不对？那也有可能。反正咱们因为以前在民国做大生意，对呀，那估计家里面可能也真会有东西。对呀，谁不取个3、4、10也放在金银珠宝了，对不对？那是，那反正你看吧。你要是真是，我也请个挖掘机去灭个。先算一算。等我挖完了，灭个还得拿出来。那行，那就把你的意思就是把这些今天给我的。对呀。没啥。灭个挖了再给你。不是你刚才听你说这是家里老房子，有没有这东西没有纠纷吧？有啥纠纷？我自己的房子，我独生子，我给谁纠纷去？那就行。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这铁定都是你的了。我想分，没人要，对吧？没人分啊。家里孩子。那是，那啥也不说了。那我给你算一算。另外，我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带板别的。因为有带板别的呀，它价值肯定会要高一点。那你得多几个板我才高兴。那是，我先给你瞅瞅吧，行吧？好啊。都说现在养老有人靠闺女的，有人靠儿的，那都是瞎胡扯，根本都靠不住。那靠啥？靠啥？
一是靠有钱，二是靠有宝贝。哦，像恁大爷我，哦，虽说我没有钱，可是呢，我有宝贝。哦，有宝贝啊。这样大爷，来我看看你的宝贝。看看。哎呀，这是啥？还有盒子。你一看都惊讶了，啥？我看看是啥东西。哎呀，能拿出来吧？那大爷，关键拿出来看了，金币。行，金币啊！我的天呀，袁大头的金币，上面还带签字儿。哎，我的天呀！好，赶紧给我搁起来。那行，还装起来，别弄坏了是吧？哎，这样吧，我这下半生都靠它过日子嘞。靠它过生活啊！大爷，您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说这话说吧，15年前。15年前，我在街上干活嘞，走到那个地方了，有一个人呢，看到可有钱，急急忙忙的，他拿着东西，他跟我说的，他说的，你看我这家里有急事儿，你能给我拿1000块钱，我保存了几辈子的东西，他说我叫人宝贝卖给你，我一看这家啥宝贝，我叫他打开一看，鬼黄篓的，他说这是金币，袁世凯的金币。哦，没事，大爷，我先瞅瞅。你看，袁世凯的金币。哦，你在街上买的？街上买的一个老头的。花多少钱来着？1000块钱那之前的，我给他。15年前花1000块钱买的袁世凯的金币。对。哎呀，当时买的时候你要咋的？啊，那个人看见了，他也想要。哦，另外还有人看到了。他结果就要抢他家喝酒的拿来，他说了，我给你1万块钱中不中？我拿不中，这家伙我知道，这也是肯定金币可是顶钱的很呐。那是。谁也不要知道。那要是金币的话，那1万块钱那肯定不能给他。对呀，我从那起我弄到家里，放到箱子里，一直放到现在。放到现在，这我年纪了，我没钱了，我得叫这个宝贝拿出来。大爷，你这今天拿出来，这是想出手，想卖多少钱？1000万。1000万？对。不是大爷，你这从哪儿想的呀？咋感觉自己的这个金币能值1000万呢？我搁网一查，那个银的卖几百万的，这金币比那足够的太多了。哦，金币那确实比银币价值高。对呀。你在网上查的都是啥？查的都是袁世凯带签字的，都挺几百万。银的。这金的最少得顶几千万。几千万？我给你要1000万不多吧？哦。所以说你能卖3000万、4000万是你的福气。哦。我年纪了，我跑不动了忒。大爷，这今天这准备带着我发财啊？这是。当然了，看你做好事嘛，我叫你发财。确实，大爷，你要是靠这个养老，这要是真的，你要是1000万，那确实，像您今年应该差不多70岁了是吧？那要是真是有1000万的话，那你养老绝对够了。够了。但是大爷，掉下的钱你拿走。不是您先别着急，大爷。您不是在网上查了吗？是的。你在网上查都是银的呀。是的。确实，袁世凯的这个银元很常见，铅制版的确实很少，确实是4铢币，确实能值几百万。但是当时没有发行这种铅制版的金币啊。那这不能我自己发明出来的呀？你说的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当时你碰到骗子了？那不是，那时间都是那的黄老二捏的是他全家几代的东西。不是大爷，您家里有黄金的首饰吗？我没有啊。您这样，您家里没有黄金首饰也不要紧，你拿着你的这个金币啊，到人家金店里去，拿着你的金币跟人家的那个首饰对比一下颜色，这个可不是金子的颜色。谁说的？你自己看看，这金都放了现场了。不是大爷，不是说只要是黄颜色的就是金子，黄颜色的也有可能是黄铜，这个东西是假的。你自己再看看，那是真的呀。我已经看过了，做工看起来挺好，但是确实是黄铜，不是黄金。乱了吧？再一个啊，这只能算是现代的工艺品，属于臆造。民国那时候没有铸造过袁世凯的铅制版的这种金币，这你要靠这个养老肯定不行，假的。我懵了。你懵了不懵了？这不行，这看来你这养老还得找你儿子找你闺女啊。你说的真的吗？那肯定是假的。我全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，你说吗？寄托这他身上也不行，这确实不是黄金，这跟黄金差远了
咦，这不中，我再找其他人再看看，这不中啊，这我的这放这样多年了，东西光瞎了，我再找其他人看看。好，那行。我这开店呢哈，真是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这次你看我挣多少钱？开张吃3年，老弟这次看来是碰到大生意了。来，我上手瞅瞅。今天啊，我轻轻松松再挣2万块钱，挣2万。我的天呀，都是 PC， 还酒精，哎呀，都是高分的呀。哎呀，这都是好东西啊 ！PC 评级高分 ，MS62分的大头。哎呀，这钻光特别漂亮，跟新的差不多。都是大头吗？都是大头。哎呀，这还有一个传阳啊，63分的传阳。哎呀，这钻光特别漂亮。PC 评级，它这个把控啊，就是严，极品啊！刚才听你说这一炮生意能赚3万，2、3万块钱肯定是有的。过来叫你估价，顺便卖给你。估价卖给我？你这就6块银元赚3万，有点危险吧？我跟你说一下价格，好吧？确实银元都是好东西，并且还有一个酒精，像这个酒精 AU58分，哎，发丝也特别漂亮，还带钻光，确实这个价格还不低，估计得个5、6千块钱。这个5、6千啊，其余的还得5、6千。也不至于。像这个传阳，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，估计个3、4千块钱。哎，差不多，我这买的便宜，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。买的便宜。那你这么好的银元，便宜能便宜到哪儿呢？你猜猜？你花多少钱买的？像这63分的大头，这一个不得大几千块？100块钱一个。多少？100，6个600。多少？你这6个银元都是高分的，还都是 PC 评级的。一个100块钱，6个600。东西而且还不假，还是真东西。不假，我刚才看了一眼开门啊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今天我真是给我走运啊！碰见一个13、14岁的小孩来我店里拿着6块银元。当时啊，你收的小孩的？不，你听我跟你讲啊，我留着套路了。我开的也是门头生意，那对呀，我也不敢收啊。那是啊，我当时给他一看这是好东西，当然一眼是不假。我叫这个小孩先走了，让小孩走了。我让我弟弟去追的他，搁门口交了易，搁大街上交易。在你店外边买的。然后我叫我弟弟给他说这东西是假的，只能按银价收，给他一个100块钱收过来了。我的天呀！怎么样？我聪明不聪明？不是老弟，你这干生意你咋干这事儿啊？这干啥的嘞？这种事儿不伤良心吗？一个干典当行的，我跟你说，都是讲究个暴利，讲究个利润。我的天！要不然天天搁那等一天，等不来一个人了，1个月等不来一个人了，我不得挣点钱吗？我这房租谁给我交？不是老弟，你这样干生意，说实话，你干不长久啊。哪能这样干生意啊？我跟你说，我都讲究个暴利，我不讲究长久，我讲究个挣钱就行了。我的天呀，这东西都是好东西，但是你要是说你这样的来路，你要卖给我，我肯定不能要啊。你不碍事嘞，他家长绝对找不到我，因为不是搁我这收的，我叫他走了，我有监控有啥，他走了。不，他搁大街上交易的，他又不是俺弟弟，你怕啥？那不是说你弟弟或者是谁买的，你这样干，你就是即便小孩卖给你，你即便就是昧着良心收，你也不能说100块钱一块，这一个都几千块，你给100块钱收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他又不懂价格。我的天呀，这不行，这东西你还拿走吧，东西你拿走，这种生意我干不了，干不了。要不是那我这个人嘴硬，这别人过来找我不一说卖给你啊，不，这跟嘴硬不嘴硬没关系。这做人的原则，咱不能丢。你确定不收？我铁定不收，铁定不收。你不收，这条街上净人收，我就说其他人去。你不是，我建议老弟，说实话，做人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咱都得讲诚信。你要是这样干事，说实话，你离进去喝面条不远了。我干啥？我给你真金白银买的，我也不是偷抢的。我的天呀，那你这不听劝不行啊！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我这有一个民国的黄金关公，不知道你收起收不起？黄金关公？对，还是民国的。哎，老哥能拿出来我看看吗？看看。哎呀，还真是金黄的。
黄金关公。对，民国的还是？老哥，咱这个有什么来历吗？来历大了，来历吓死人，来历大的吓死人。对，我的天呀，这有啥来历啊？能讲讲吗？上海的黑帮杜月笙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黑帮杜月笙，对，民国时期的。对，那我知道啊，电影我都看过，什么上海皇帝杜月笙。哎，对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是俺舅爷当时给他当表保镖的时候，这是给他拜把子，算是赏给当的。等于说舅爷，在民国的时候，给杜月笙当保镖。杜月笙送给他的。送个这还有一段经历嘞，因为当时俺舅爷啊是从少林学武过去的，一身本领。少林寺学的武，然后回来之后到上海滩给杜月笙当保镖。对，因为有一次替他挡过一次子弹。好像是小日本。小日本刺杀他的时候。小日本刺杀谁？杜月笙。小日本刺杀杜月笙的时候，等于说舅爷给挡了子弹。给杜月笙挡了子弹，还因为挡一次子弹，腿算是骨折了。一个子弹能把腿打骨折？都那打骨头上了。明白了。那这等于说就是杜月笙为了感谢舅爷，对，然后给他打造的黄金关公。对，有情有义。我的天哪！这了不得呀！这今天您拿到我店里来，这是准备要出手，最低得给我500万，最低要500万。民国的股东放到现在，说实话，他肯定出自杜月笙之手，又是他亲自打造的，你说值不值500万？那要是真是你看民国这黑帮大佬杜月笙给弄出来的东西，还是黄金的，你看是这么大个一个，那你要500万，说实话还真不多。但是老哥，咱有啥说啥的，这确定是民国的东西啊？确定，黄金民国。黄金不黄金的咱先不说，首先咱们讲一下工艺吧。你要民国的，最起码得是战刻工艺吧？这可不是战刻呀。这可看着不像战刻，这像是机制的，并且你说这是黄金的，对，我咋感觉这像刷的漆啊？你看有的地方都掉漆了。民国那时候的黄金可能没有现在纯。不是老哥，你看一下我这用手拿了一会儿，我这手上，你看这儿，就掉的有黄漆，不是黄漆，不是黄漆，哎呀，这漆掉的，这里面是白的。里面不会是白金吧？民国的黄金，说实话，它不纯，很正常。不，老哥，你这故事讲的挺好，还杜月笙，还舅爷爷，还挡子弹啥的。对，我觉得呀，这东西这肯定不是民国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你说这黄金啊，这太不靠谱了，这假的太明显了呀，老哥，这不行。这能给多少钱呗？说吧，你直说。不是你这要500万，我这啥我能给多少钱？我这样吧，我给你估个价。像这东西现代的工艺品，然后呢还金黄的，还是一个关公，我估计啊，你在古玩市场上不得个100块钱？你要不要？啥？100块钱你要不要？100块钱，老哥你要卖给我啊？既然被你看破了，那都100块钱。不是你老哥，你刚才还卖500万呢，还杜月笙送的黄金的，民国的。你接受还价，你都给你了不，我只是给你估价，老哥，咱别扯，这东西我不要。不，跟我没缘，跟我没缘，真的，我要不了，这不是这杜月笙的东西，还是黄金的，给舅爷是吧？我这是在古玩街买的，那个他家给我讲了，他舅爷给杜月笙的。不，这我是80块钱买的。不是老哥，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故事，我觉得值80块钱，绝对值啊！但是我不玩这个东西啊，你到别家再问问吧。我主要玩银元，我都看看能不能赚20。哎呀，你这不是想赚500万呢？你不是赚20的事啊？看能不能蒙住你啊！别，你在其他地方再问问，行吧？啊，不耽误你花财啊！俺老公个傻子，花2000块钱在俺邻居那买4个破大洋，你看这一回能赔多少钱？2000块钱买4块银元，这一般不会亏吧？肯定亏。
我这样，我先上手看看吧。你给我看看来，我都这2天没在家，都办个这错事儿。哎呀，还有龙阳，你还别说，这4块银元看起来都不错。这个是开国的孙中山的小头，这个是大头，哎，这个大头还是一个甘肃版的开口贝。这个是北洋龙，34年的北洋龙也没问题。然后这个是四川的大汉银币，刚才听你说这4块银元是你老公花2000块钱买回来的。对，这也没亏呀，这咋不亏啊？我说俺老公都是个傻子啊！这前2天我不是跟朋友出去玩了吗？啊，他手里有2000块钱生活费。哦，这我回来了，他跟我说没有钱了。我说我才出去了2天，你2000块钱能哪去了的管？那是啊。我一问他，他说嘞，他在俺那个邻居这买了4块，就这大洋。4块大洋，叫我气的呀！当时啊，他说嘞，就是俺那个邻居比较可怜嘛，不是？这村里边人都知道。这一段不是变天，他家里面有2个小孩儿。哦。然后有2个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，小孩家奶奶跟爷爷在家嘞。啊。他爸妈嘞出去打工去了，都属于俺那村里都说留守儿童呗。哦。对呀，最近不是天不好，然后老是就是感冒发烧，花了好多钱。哦，花了很多钱。对，这本身这个小孩的爸妈好像都不给他爷爷奶奶钱，都靠他自己的，就是捡点破烂啥东西的。哦，反正家里条件不太好。对他爷爷奶奶好像出去在那边借一圈子钱，没借来。哦，没人愿意借给他钱。人家都觉得他还不起，谁借啊？是不是？都挣钱都不容易。哎呀。然后后来了，他拿了这几块都这东西去找俺老公去了，说给他卖。对，卖2000块钱。等于说拿着4块银元在你老公那儿拿了2000块钱。对，他等于说卖给他了。哦。俺老公还说，爷，你看那可怜人，他都是不值钱才给他，叫我气坏了。俺那2000块钱是大风刮来的。哎，你有时候咋说呀？邻里邻居的，互相帮忙。这需要帮忙了，咱得该帮也得帮。再说了，你老公这是说实话，这也没吃亏啊。这回不吃亏吗？都这4块这破东西，他都是银的，他能值多少钱嘞？哎呀，你看来你是对银元不懂。我跟你这样说啊，我给你估估价吧。估价，我估计你就改变想法了。就这个开国小头，这里面最便宜的，就这一块，壁面上没戳没伤的，这不得700-800块钱？700-800吗？对，就这一个，这是最便宜的，700-800。然后再说这个大头。普通的大头现在得1000多点，但是这个是甘肃版的，甘肃版的大头呢价格更高一点，像这个没个1300-1400买不着。咦，这东西看着又脏又……这2个就不值200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再说这个四川的大汉银币，这个算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军阀币了，这四川那时候铸造的。数量也比较稀少吧，特别是在咱们这边，其实很少能碰到，可能到四川、重庆那边，比较常见。像这个也得1000大几。呀，你说俺老公这个还不少挣钱的呀？那是。再说这个北洋龙阳嘛，这是晚清的，刚才这几个全部都是民国的。那晚清时间更长，还带龙。它价格更高呀，像这个北洋龙壁面上没啥伤，还是老酱彩包浆，像这个没个3-4千买不着。哎，老板，你管出那些钱吗？那确实啊，这几块轻轻松松卖个大几千没问题啊。咦，那我直接卖给你吧。出手？对，我留着那啥，这涨给啥我有点嫌弃。那也行，反正你邻居呢也正好需要用钱，你回去之后呢，多少再给你邻居再拿点，是吧？这给他有啥关系啊？这我们钱已经给他了，他卖给俺，那都是俺的了。那是啊，确实就是你们的了。但是你看，刚才你也说了，他们家里现在不是正是难关的时候嘛，是吧？咱作为邻居呢，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嘛。那他困难又不是我造成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是值的比2000多，他要是比2000少了，我不能再去找他要，对不对？那是，道理是这个道理。你看2000块钱换了大几千。多少给你邻居意思意思，对不对？他老两口照顾着小孩也不容易，你说呢？那不可能，
我这卖了之后，我正好缺一套化妆品的，我都看了，好像是3000多块钱吧。我这卖了，我都去拿了去了。那行，我给你算算。好嘞，老板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，老板，这是你要发财了。我要发财了。对，彩票的22亿离你都不远了。耶，彩票22亿，一脚下来，我的保镖差点能丢。离我不远了。神器，这是啥呀？神器。神器？对，这是啥神器啊？这最早的文字甲骨文，占卜用的。最早的文字甲骨文，占卜用的。把你的心愿弄个小纸条啊，塞到肚子里面啊。经过特殊的步骤还是咒语，它都会告诉你结果，从这个口的位置。嘴上还有个口。对呀，这有个口。进肚出嘴。不是，老弟，你这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你这跟我讲这些大道理，还说让我发财，咋发财啊？卖给你啊。这个东西要卖给我，对，让我发财。对，我不明白啊，这跟彩票有啥关系啊？这许个心愿，找到这个中奖号码塞进去，他告诉你了之后，你买10万倍，你也不是能发22亿吗？你的意思就是我许个心愿，我的彩票能中奖，然后就放这里面，然后他再从嘴里面吐出来，告诉你结果，告诉我结果，对，然后我就能中彩票了。对。你把这宝贝卖给我，我能发财。那肯定能发财啊。那你还干嘛卖这个宝贝啊？你自己不去发财不得了？反正都跟你说了，你没听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，需要什么咒语才能有结果。我试了好几遍，他没反应。不是，老弟，你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从哪来的啊？你想想，甲骨文那啥时代，肯定是挖出来的。你跟你说啊，这活该我发财。去山下玩去了。一个大老板卖这个胡鱼的，自家的胡鱼，他说从地里挖出来的，他不懂这东西。是啊，他只给我要5000块钱。经过俺俩一番友好的谈价还价，1000块钱拿下。1000块钱从一个卖红薯的老头那买回来的，地里挖出来的。他是从地里挖出来的。对，当时我都高兴坏了。这个东西我一看都不是凡品。我去网上查资料的时候，刚好碰见一个白胡子专家，他说这个东西都是过去占卜用的甲骨文，应该是神器。现场给我报300万，我才第一个问都给300万，货比三家嘛，万一对不对？你会不会给我500万、800万呢？你意思来到我这儿想卖500万？我的天哪，我这不是搞这玩意儿的呀，我也不懂这个呀。你这上来就要500万，我也不会买它呀。再说了，说实话，你说的这些东西包括它的作用它的用途我感觉你这是瞎胡扯呢。什么瞎胡扯？哪来的什么占卜用的什么甲骨文啥的？你知道这是啥吗？乌龟。这就是一个瓷器的小玩意儿嘛，小乌龟。对。这个东西你这边一个口，这边一个口，你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？这属于文皇用品，这个研墨用的。这是一个水滴。你把水弄到里面，然后你研墨的时候，你用手摁住它不出水，你稍微一松，它就能滴出来水。这是水滴，明白吗？这跟你说的那个啥占卜什么，还一会儿甲骨文啥的，一点都不沾边儿。那不可能我查了所有的资料，任何历朝历代都没有用王八的。你谁家那？文人医师那个王八拿来，周知己是绿头王八不，这也不是绿头的，有历史的只有甲骨文。从这个颜色上来看，我觉得有点蚩尤谣的意思。但是你想一下，蚩尤谣才啥时候开始的呀？你说你这个甲骨文是啥时候的东西啊？对呀，这17啥的都对不上。我跟你说，你放心，等一会儿我给你试一下用个纸条塞进去，会从嘴里吐出来，但是不会说话。不，我也不试它，我也要不了。你不是500万吗？你到别家看能不能给你500万？800万，500万。800万了，又变成800万了。现在就差一个步骤，还是咒语啥东西如果要弄成了嘛，2天叫你中22亿，2天叫你中22亿。不，我中不了这个是22亿现在我赶紧找那老头去，看能不能挖出来咒语去吧。那行。我最近特别缺钱，这是我10月1结婚的时候，俺爸送给我的嫁妆银元。
你看能不能换几个钱花花？嫁妆银元要出手，我看都已经评过级入盒了呀。这样吧，我先上手瞅瞅。你给我看吧，我现在急缺1000块钱。啊，这东西看值不值1000块钱？要是能值1000块钱的话，我就出给你了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你父亲给你的这几块嫁妆银元都还不错，评过级入盒，并且还都是 MS 级别的。俺爸当时给我8块嘞，给8块。对。哦，我分给俺老公4块，我4块。夫妻俩一人4块。对。哎呀，那分的不错。这个大头还是个三角圆，在这里一个小三角，不错，品相特别好。啊，这个也是大头。哎呀，刚才听你说这4块银元想卖1000块钱，着急用钱是吗？非常着急，我今个给俺姐妹都晚上约好了。吃饭、唱歌一条龙，这2样不最少得花1000块钱吗？哦，现在身上没钱。我现在身上一点钱都没有。刚才听你说你跟你老公好像10月份才结婚，10月1才结婚。对。哎呀，这才2个多月吧。当时下了礼钱嘛，不是，20万。对呀，咱们这租口这边下的彩礼一般不都在你们小两口身上吗？是的呀，他10万，我10万。啊，然后我花了这2月，花了可能花5万块钱。不是，等于说你们的彩礼你跟你老公分了？对啊，对半分嘛，不是？一人10万块钱。是的。各花各的，谁也不管谁。是嘞。那你这10万块钱，那你这才2、3个月，应该也花不完吧？你没花完，你听我讲完哎。啊。我花了这2月有5万块钱，那5万嘞，我借给俺闺蜜了。俺闺蜜说嘞，她要这过年要美美的，要做微整形。哦。她等着用钱。借给你朋友了。是嘞。啊，现在手头缺钱。我现在手里边都缺钱，1分钱都没有。那你跟你老公借借啊？跟俺老公借。啊。怪他的钱花了，估计也花完了。他天天玩游戏、赌博、喝酒的那一帮子狐朋狗友，比我还厉害嘞！我跟你说，我最起码我借出去了，最起码我也留点底儿啊！你比老公要好一点还？那肯定啦！哎呀，你们这2口子也是奇葩呀！像你们这年纪轻轻的，看你啊，长得也这么漂亮，感觉也特别有能力，不应该找个工作啥的吗？你不能说光吃老本啊！那找工作肯定找工作，那俺老公不找工作，我为啥找工作呢？他作为一个男的，我嫁到他家里来，咋说他不出去工作，叫我出去工作讲他？那这东西，这应该你们2个提前商量好嘛？我跟俺老公商量好了啊，俺俩准备过了年之后再找工作，因为这毛1个月都该过年了。哦，过年之后再好好工作，年前再好好玩一玩，是吧？对，先都这吧，先对打对打。哎呀。我跟你讲一下啊，其实吧，你跟你闺蜜吃饭、唱歌啥的，我觉得不重要，因为啥呢？我看刚才也看了，你父亲给你的这些银元啊，其实都非常不错。就像这种银元，你看中华民国3年，距今啊已经100多年了，这个家里都可以当传家宝，并且你父亲给你的这些嫁妆银元啊，还都是极品的，你看都带钻光，这都是极品的。你说你就为了跟你这好朋友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啊，你唱个歌啊，就把这卖了，不合适。并且你对这些银元的价值啊，一点都不了解。你说真要是碰到黑心的，4个给你1000块钱，你这卖了，你父亲知道了，心里不难受吗？啊，你知道这一块能值多少钱吗？我不知道呀。不知道，我跟你这样说，你这里面随便拿出来一块，它的价值都远远高于1000。就说现在比较便宜一点的小头吧，普通的小头700、800块钱，但是这个 MS64分，像这种状态的小头啊，没有2000也差不多了。刚才就说了，这是极品的。这银元这一块那值钱吗？对呀，再说这个其他的，像这个MS02就说明有过清洗，没给分，但是它的一个状态也非常不错。你看车轮转光，像这个最起码也得1、2千块钱。
能明白吧？这俩大头呢都是 MS63分的，状态也都非常好，这都是2000多啊一个。哦，这你说就不一样。对呀，就这4个都大几千块了，你说1000块钱能不能给你？你说你这不是有点败家吗？把这拿回去跟你闺蜜说一下，最近手头紧，改天再约，是不是？老板，你别说那些了，这个姐妹都是几十年的关系了，别人都约好了，好不容易聚齐了啊！我几个必须得去，不卖完我都卖一块，把这个今年难关能过去都齐了。其他的你再好好的藏着。那其他的我好放着了。哎呀，那行吧，确定要出了。啊，确定要出。那你挑一块吧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我这买房子差了好多钱，昨天上俺舅那转了一圈，啥事解决完了。哦，看来舅舅借你不少钱啊。不是借我好多钱，是给了我一个大宝贝。给了你一个宝贝。对。哦。俺就说了，这个东西我要是卖好了，管卖200多万。能卖200多万的宝贝？对。我看看是啥东西行吗？中，那你小心着点啊。哦，行。我的天呀，这是啥呀？我打开看看啊。好。哎呀，这是。你慢点。哎呀，这是一块大银元。对。这么大一块，还是10元面值的。对。我的天呀，10元面值的梨园红开国纪念币，是你舅舅给你的？对，俺舅昨天给我了。说卖了能卖200多万。对。你舅舅这从哪来的呀？俺就收藏这一辈子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了。哦。家里面都是这。哦，舅舅是一个大收藏家。对。哦，那厉害了。哎呀，这10元的还真没见过。你说的那种小的1元的，我知道，那种我小时候见过。咱就说了，那种不值钱，非常普通啊，都是普通的。对，非常普通。他要收藏，他都收藏这种。收藏这种大个的。对，珍贵了。你那种非常常见，他都不玩那种。哎呀，我还第一次听说这银元有这么大个的，还是10元面值的，这第一次见。啊，我的天呀！你舅舅直接就说这个东西能值200多万。不是，就是我给他说的，我的舅我买房子差好多钱，我说你看，我看你这个东西不赖了，然后就说的送给你吧。哦，他直接送给我了。直接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。啊，他送给我了，我说的舅你这管值多少钱？他说你卖好了管值200多万。卖好了能卖200多万？对，能卖200多万。我的天呀！那你这今天到我店里来是准备出手了？对，就是准备出手，准备买房子了嘛，这不是？哦，缺钱。对。你想卖多少钱呀？那他说卖200多万，那你看你管给多少啊？能给多少？看你敢给我200几？200几？你先听我讲啊，这个梨园红的这个开国纪念币嘛，其实它就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军阀币，但是我们能见到的呢，只有2种，只有那种1元面值的，一种呢就像这种头上不戴帽的光头的梨园红纪念币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头上戴的有一个帽子，就是戴帽的梨园红，这2种，并且面值都是1元的，从来没有铸造过10元的。你能明白啥意思吗？意思我这个贵，我这个好，我这稀有。不是意思啊，这东西是臆想出来的臆造品，假的现代的工艺品，在民国的时候没有铸造过这么大的银元，能明白吗？不可能。对啊，俺就收藏一辈子了，一辈子都在玩这东西，他都不可能弄着假的。不可能弄假的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舅舅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上班的呀。上班？对呀。你上班1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5、6千块钱。1个月5、6千。差不多。对呀，你从你舅舅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讲啊，你想一下，就这一个这东西，你舅舅说能卖好了，能卖200多万。对呀。咱就不说卖200多万了，咱就卖100万。你想一下，你舅舅这从哪来这么多钱玩这个？老板，你说这话，你是不是想低价收我的呀？啊不，这首先这个东西我先给你讲一下，这个东西我不能要，我也不要，
不收。另外我只能说，我说这东西是假的，因为你对这个不懂，我想给你讲清楚，这个东西是假的。你想买房子或者干啥的，该筹钱筹钱，该借钱借钱，靠这个去买房子那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那你说这我不相信你，我比较相信俺舅，那是管值200多万了。这没事，信不信呢没关系。你再找其他人给你看看，是吧？我找别人给我看看。对，因为这毕竟你像价值200多万的东西呢，对我说的也不准，对吧？我这回你想低价收我了。没事，我不收啊。好，再见。俺这个婆婆赖了很，要是不给她办几次难看，她都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。赶紧给我看看这几块银元值钱不值钱，要是不值钱，还叫她撵出去。婆婆也是妈呀！你把婆婆赶出家门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没有啥不合适嘞，她做初一，我做15。你赶紧给我看这几块银元值多少钱，这才是重点。哎呀，这都是老银元啊！你还别说，你婆婆给的这些银元确实都是老银元啊，这个家里都是传家宝了。这你婆婆从哪儿来的？俺婆婆说了，这是她年轻时候结婚时候从她娘家带过来的。哎呦，说的这值钱的很。那果然是传家宝。想一下，这你婆婆结婚的时候带过来的，这在她身上都放几10年了啊。不过你刚才听你说还要把婆婆赶出家门，这是为啥呀？你看这传家宝银元都给你了，这对你不错呀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啥事儿啊。俺婆婆们都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人。吃里扒外？这不管说，这一说都生气啊。咋回事？俺老公他有个妹妹，都他俩。说好嘞，俺婆婆有俺养，这1个月3000块钱，这退休金都是俺的。你猜咋着？吃里扒外。咋了？叫我发现他叫这工资偷偷的给他闺女了。把那个退休金给你小姑子了。是嘞，你说给一回也都算了，这一次发现好一回了。这一回实在不管真了我叫他撵走。他跟我说了他说叫这东西赶紧给我拿过来，说是给他孙儿留的。说的这个东西值钱的很。我想好了，他要是值钱了，咱都不说啥了。这个东西要是不值钱嘛，我非得今天晚上就要撵走。哎呀，这就有点刻薄了吧？那不管值钱不值钱，这东西传家宝呀。你老太太把传家宝都给你了，你也不能说把老太太赶出家门啊。再说了，老太太退休金那是她自己的呀，她想给谁给谁，该咋说咋说。那咱们作为儿女呢，该赡养老人也得赡养老人，是吧？那之前说好嘞，俺伺候他，俺养他，他闺女一天都没有养说好的要钱给俺，他硬让给他闺女，这不是吃里扒外吗？那也是，那是不是你小姑子家经济条件不好啊？他倒是相骗他闺女，啥也别说了你赶紧给我看这到底值不值钱？不值钱，我到时候回去都给他办难看。那你要是过来问我，那就对了，我这是专门玩银元的，具体价值我肯定知道呀。那都值钱，咋不值钱呀？传家宝，你不值钱那能叫传家宝吗？这是中华民国3年的大头，中华民国3年，距今已经100多年了。像这一块都1-2千，1-2千块一块，这2块都好几千了。然后这个里面最贵的就是它，造币总厂光绪年间那时候铸造的，这个距今也有100多年了，并且这个造币总厂啊是龙阳3剑客之首，就属它价值最高。就像这个不值个2-3万？2-3万吗？这个？对呀，就这一个值2-3万。咦，那你赶紧再给我看剩下这2块，好好放着。这个也是大头，不过这个是中华民国9年的，我看了一下法丝还比较细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左上角这个第2个芒是臂芒，这是9年金发，包浆又这么漂亮，还是9年金发。像这个也能值个几千块，就这一个值几千块然后这个是开国小头，这个上面是孙中山。开国小头啊，价值比普通的大头要便宜一点，但是那是指普通的品相。像这个你看带钻光，还带老彩，这明显的没咋流通，并且这个黑黑的你知道这是啥吗？
这是以前的老墨戳，一般老银元里面带老墨戳的价值反而还更高。像这个没个几千块你也买不着，就这老太太随手拿这5块银元都值好几万。那你这一说嘛，那今天还不管叫他撵走了？那是啊。那我得看看他家里头藏了还有没有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搁以前嫁妆银元一般不会只有5块，一般都是10块、20块。你要有的家里情况好的，家庭条件好的，几十块、上百块都有。好好孝顺老太太，那以后她放的这些值钱的传家宝银元，那不都是你们的，对不对？可不能把你婆婆赶出门外，知道没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来，把这银元收起来，啥时候缺钱了，你可以过来找我变现，并且这东西是不可复制的东西，越放越值钱，知道没？走，好嘞，哥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老哥，到底是啥东西啊？你这一大早的就让我赶过来，我都说俺老祖宗都得给我留点啊！旧房子一扒，新房子盖起来，师姐叫我逆天改命了。逆天改命？对，我的天呀，这是啥？师姐扒个房子，没想到挖到金矿。挖到金矿？对。不是老哥，咱周口可是平原呀，哪听说过房子底下能有金矿呀？你看啊，给地下埋着黄蓝蓝的，挖出来都这样的，这不是黄金，这是啥？老哥，黄颜色的金属它就是黄金吗？你也不用蒙我啊，我都上网已经查了。哦，人家这个网上都说了，黄颜色的东西它就是黄金，这就是天然形成的狗头金。这是天然形成的狗头金？对。我的天呀，在你们房子底下挖出来的？对，这就说实话，那绝对有金矿。老哥，我可听说过呀。这狗头金跟普通的金子还不一样啊。那狗头金的价值，那可比现在的金子价值高得多呀。可被你说了啊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现代的，这是过去的。以前呢还是？对，要不然不会找你了。这要是正儿八经的老的狗头金，这要碰到喜欢的人，那人家买这最起码现在黄金的10倍啊，价格。你可说对了啊！我上黄金金店去卖，现在好像600块钱一克。600，这最多卖他几万块钱。这是正八经的股东，我可不当黄金卖，我没有那啥。哦，那是，那要是真是狗头金，你要当普通的黄金卖了，那说句实话，那就可变成大冤种了。对，太亏了，亏得很。不是老哥，我这正儿八经的，这真没听说过，咱周口啥时候有金矿的呀？啊，这个狗头金呢，就是一种黄金的原生矿，含金量非常高，并且是天然形成的。对，那确实价格非常高，但是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稀少，非常罕见，所以它的价值才这么高。你说你在房子底下就能挖出这么大一块来？哎，啊，我没骗你，这都俺的房子。哪儿？这不是俺房子才盖几年？这就是你们家房子？对，才没盖几年。哦，以前没舍得拿出来。没舍得拿出来，这今天为啥要拿出来想卖啊？是现在是俺儿准备结婚了，要给女方下彩礼，不然的话我都直接当传家宝给传下去了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挖出来之后，没让别人看过，一直在家里存着。这东西谁张扬呢？那对，那人家老话说得好啊，财不外露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老哥，你今天让我来，就是意思让我高价给收走。你看能给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最后。我的天呀，几十万上百万，哎呀，这要是天然的狗头金，几十万上百万，我觉得买着还真不亏。对，但是老哥啊，我这儿也对黄金非常了解啊。你首先你看一下，你要说是狗头金吧，你看这上边是啥颜色？这在地上埋着，你知道这在地上埋着。对，它时间长了，它应该是有给土有接触。不对，我再看看它的硬度。哎呀，弄都弄不动，这么薄，捏也捏不动。我先给你讲一下黄金的特性。首先，黄金特别金黄，是吧？并且它的密度啊，能达到19.3，比其他的金属都要重很多。拎在手上特别重，你这个感觉轻飘飘的。还有一点，如果黄金的含金量足够，黄金是特别软的。对，
这一摁它就得变形。这是狗头金，不管是啥金，现在这个东西我觉得，首先它不是黄金，这狗头金。那狗头金我看着也不像，老哥，我看着不像，我感觉像黄铜，我感觉像黄铜。这个，因为这个颜色首先没有正儿八经的黄金那么黄，再一个它硬度这么硬，还有重量嘛这么大一块了，感觉拎在手上轻飘飘的，这不行。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能给多少钱？你自说。这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要不了，我就不出价了。不出价？对，不出价了，不出价了。我感觉你买不起。对，主要我这边还确实买不起，您再找其他人给您看看。这漂亮的狗头金，你竟然不识货？老哥，我说句实话啊，家里不是儿子该结婚了，该下彩礼了，该借钱借钱，该筹钱筹钱，不要靠这个了，靠这个耽误你的事儿啊！你不识货，你不懂。那行，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啊。咱这个朋友啊，是越有钱越抠门儿。他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包2000块钱的红包。这我结婚了，给我拿一块破银元。结婚送一块银元，一般价值也不低啊。来，我先上手瞅瞅吧。这不低着，这面值1块钱嘞，它再值钱能值多钱嘞？哎呀，是一块大庆轩山呀。哎，这块大庆轩山还是一个深版的，龙尾出云了。PCGS 评级的，给的是 UNC 92。状态真的是非常漂亮，车轮转光，整个细节都在，明显的是没有流通过的。这一面字口也非常清晰，看来送你这块银元的朋友，你们关系肯定特别好。这俺俩说起来，俺俩关系吧，这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。上小学，上初中，这上高中，他是上高中上大学，我上了高中我都不上了。然后后来他这一直是分配到上海那边了，好像是，一直跟那边做生意嘞。做生意。然后最近这几年好像也是发展的很不错。有钱。有钱。这刚才听你这话的意思啊，感觉对你这位朋友非常不满意。我是从心里边，我是感觉我要当兄弟嘞。你看他结婚的时候吧，我给他包2000块钱的红包。那不错。那其实，在咱们家。你一下包2000块钱的红包就结婚的时候，这已经非常高了呀。是的呀，我是真心叫他当兄弟的。你看这我结婚了，他给我弄这一个1块钱的破银元你这不是耍着我玩的吗？你的意思就是这块银元不值钱？是的呀，你说他挣钱了，他挣大钱了，他还不能都这样看不起人啊，是不是？那是，那你要按咱们当地的规矩吧，你给他分2000，他也得给你分2000。他觉得自己有钱了，是吧？多给点那也无所谓。但是你要说给他价值太低的东西，确实不合适。是的，他还说我狗屁啥家我还不懂，说叫我找个专家看看。说这值钱，这值啥钱？这不都1块钱吗？这值啥钱？你这是确实不懂了。这中间啊，确实对你这位朋友吧有点误会。首先啊，他给你的这块银元呢。非常漂亮，刚才说了 PCGS 评级的，并且是未流通状态，跟新的一样。咱们可以看一下1911年，这是晚清宣统3年那时候铸造的，距今已经100多年了。放到现在呢，能有这种品相非常罕见。还有你对银元的价值的可能不太了解，这个呢在我们行内叫大清神龙，龙阳3剑客之一，并且是所有龙阳里面这个龙啊最威武霸气的，所以它的价值啊并不低。你刚才说是你朋友结婚的时候，你给他封了2000块钱的红包，像这个你知道能值多少钱吗？这不都1块钱的银元吗？它能卖多少钱？上面确实是1元的面值，但是你不要看面值啊，刚才就说了，这是100多年前的东西，这属于古董。如果这块银元你现在不要的话，我现在可以给你出个3万左右。你给我开玩笑了吧？这一块破银元管值那些钱吗？普通的大清轩山，它也得大几千块钱现在，更何况这种是极品的，还是 PCGS 全球最硬的评级公司苹果级的，那肯定价值有这么高，只高不低。并且你这位朋友给你送这块银元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，也是非常用心的。为啥呢？
在咱们国内，你看结婚一般送一块银元呢，也是对你们美好婚姻的一种祝福。银元它还有一个谐音叫姻缘，好姻缘的意思。我觉得你这个完全误会你朋友了。你要都这样说的话，我感觉俺俩还是亲兄弟。那是，毕竟刚才听你说，你看从小玩到大的，是不是？我就说他也不能都那样糊弄我，是不是？那是，毕竟从小一起长起来的，对吧？虽然说不是亲兄弟吧，我觉得也跟亲兄弟差不多了。俺跟亲兄弟差不多，俺小的时候天天跟一块光着屁股跑着玩。对，这都没事，反正关系有那么铁。虽然有点小误会，给他打个电话说一说，没事了去找他喝顿酒，不是啥事都没有了吗？对不对？我都找到你啊。这块银元咋弄？你给我吧，这俺朋友送给我了，我得留个纪念。对，行。好，老板，谢谢你。没事啊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这后代没本事了啊，只能靠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过活了。靠祖宗的宝贝过活，对啊，这是要准备出手传家宝。对，这是俺爷爷的爷爷，就是俺老太爷传下来的。哦，老太爷留下来的两个宝贝来历不简单。那你要是老太爷的话，那最起码得到民国了吧？那是，就是民国的人，不简单。你的意思这两样东西还大有来历？这个就是狮子帮的令牌，这个是俺老太爷的画像。老太爷的画像，这个是狮子帮的，这啥标志还是啥？令牌，草林群雄的令牌，见他如见帮主。不是，你这叫我弄得迷迷糊糊的，啥意思啊？啥见他如见帮主，这是咋回事？看过电视没有？啊？看过电视没有？那电视谁没看过呀？上海滩斧头帮听过没有？斧头帮？对，那肯定知道呀。厉害吧？那厉害。当时俺老太爷啊创建了狮子帮，和他们都齐名了。哦，你的意思，你这老太爷以前在民国的时候，在上海滩混黑道，对，成立了狮子帮，对，而且特别厉害。当时啊，我听俺爷说了呀，那真是风光无限哦，要啥有啥，要地有地，要房子有房子，要女人有女人。我的天呀！哦，这上面还有一个落款永盛。哦，那你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个东西，是你老太爷的这个帮徽令牌，帮徽令牌，令牌，这个是啥？我没听清楚。这个是俺老太爷的画像，因为当时民国的时候嘛，可能没有那个照相，或者不兴照相，或者说江湖人士排斥照相，就请能工巧匠啊，以他的面容雕刻了，让后代人记着他。有点扯了吧？就这个，你说是老太爷的这个画像？对，我的天呀！这个是这令牌。对，哎呀，那你的意思这两样东西今天要出手？出手对啊，没办法。想卖多少钱？那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想着不得给个80万吗？特别是这个令牌，这个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，但是对别人来说没啥意义。但是这个，如果说你要能找到之前狮子帮的老成员拿着他都得听你的。哦，你的意思这两样东西想卖100万？对，当时啊，我听俺爷说啊，当时狮子帮成员得有几万人。我的天呀，跟斧头帮齐名。对。哎呀，你这讲的非常好，也非常厉害，对，来历太大了，对。但是啊，老弟，我跟你讲一下啊，这有没有可能啊？这两样东西，也不是啥狮子帮的这个令牌，也不是老太爷的画像，有没有可能？比如说像这个，就是以前的银帽花，这个材质是银，能明白吧？材质是银，然后是以前的银帽花，像这种狮子头。就是以前小孩戴在帽子上的那个帽花，怕小孩被吓着了，它其实你看这好多小洞，其实还有一些配件，比如说它的眉毛啊，它的那个耳朵呀或者须啊啥的，可能时间长了都没了，但是这应该是个帽花。然后另外这个也属于帽花，并且这个帽花啊一套应该是8个，
那叫八仙过海。没有8个老太爷啊？不是，这不是你老太爷的画像。你老太爷如果是他，那就厉害了，你根本就不会缺钱了。你先听我讲啊，这个呢属于八仙的一个帽花，以前的帽子上一下坠8个帽花，里面这是其中之一。你知道这个就从他这个帽子上能看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八仙里面，还你老太爷，你老太爷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从他这个帽子上的形状上来看，应该这就是曹国舅。曹国舅，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啥吗？你说，叫财神。哎，啥？你要是财神是你老太爷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还来卖这东西度日，那就不可能了。随便给你留点东西，你也不发达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看这人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这开脸都看不清楚，咋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都是那么帅。这个东西啊，确实是老的，有一定的价值。但是你要说你这2样想卖100万，那不可能。你可能因为你比较年轻，你不懂这个，家里老人你让他们看，他们就知道了。这真不是说你一会儿是帮派的令牌啊，还有这你老太爷的画像，真不是那个，这就是这些帽花，银帽花老了。从它这个落款上来看，应该也确实能到这个民国。明白吧？说完没？说完了。你说价钱吧，气死我了。这东西我不收。即便有人喜欢的话，这属于民俗价，一般也就能值个一个也就100-200块钱，一个100-200块钱。一个100-200块钱。对，是啊。哎。我跟俺老太爷长得一模一样，你非要说是财神，俺老太爷当时给扶头帮的时候，别说财神了，50年才给他看到。好。俺爷这个小老头真是深藏不露，给我准备的嫁妆竟然上千万。爷爷准备的嫁妆银元是吗？是嘞。来，我先上手瞅瞅。你摸的时候可小心点啊！俺爷说了，这价值2000万。价值2000万？对。我的天呀！等于说这些银元都是老爷子给你的嫁妆银元。是嘞，我都意外的很，没有想到啊！我想着俺家也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，普通的老百姓。这谁知道俺爷这退休1个月工资才3000多块钱。谁知道他咋藏的那紧呢？深藏不露的很。深藏不露啊，就是这藏的东西价值都非常高。高了啊！这我不是该结婚了吗？俺爷非得叫我回老家。回老家一趟。说了，给我藏了有宝贝。有宝贝。叫我回去，都这回去了，你都不知道那场面。大箱子套小箱子，小箱子又套小箱子，上7、8锁。给我拿出来这6块。拿出来6个。我看里头得有20多块的，他都给我拿出来6个。哎，那其他的呢？他锁起来了。他说了，这东西贵得很。都这2个小的。他说一个值100万。一个100万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仨。这就200万了，这。对。这3个一个200万。这样的一个200万。还有这个最宝贵的，他说这个最少得值1000万。这个能价值1000万。我的天呀！我一看我也不懂这呀，这给我这弄啥呀？他说了，这都是专门给我留着结婚用的。专门给你留的嫁妆银元。对。我的天哪！这叫我急忘了，这几夜都没有睡好，我都得赶紧越想越激动啊！没睡好觉，太激动了。我这才买了房子给俺老公，俺还首付啥呀？直接换别墅。换别墅。那这东西，说实话，你这个1000万，这是3个600万，这个是200万，这都是这1800万了呀。所以嘛，这赶紧叫你过来看看。能出手了就出手，赶紧出手换别墅。对哎呀，当时你都没有问老爷子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吗？俺爷这他说了，他有的是2、3年前买的，有的是10来年前买的。他说这东西价值高得很。就是反正前几年买的。对。你想一下，刚才听你说老爷子退休金1个月3000多块钱是吧？是嘞。3000多块钱能买得起像这双龙寿之币吗？并且刚才你说这小的也比较厉害了，还山西省铸造的
银行第一次见，这要是真的，说实话，老爷子说一个能值100万，我觉得就说低了。这种我觉得就是孤品，你这别说一个这100万了，我就是200万、300万，只要是真的，他买着也不亏啊！啊，我看这个，这个是地球币，这地球币也非常厉害，那个时候是苏维埃，好像在陕西那边铸造的，也是数量非常非常少。但是这些东西吧，我看着可不咋对呀。你可认真仔细给我看好了，这可是我换别墅的家伙。不是我刚才就说了，这些东西如果都是真的，都是老的，你别说你换别墅，你就换仨别墅、5个别墅，你也用不完的钱呀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这看着，就比如说这个吧，这个广东双龙，还光绪银币，这种我觉得就是臆造、臆想出来的，在历史上没有铸造过这样的银元。然后还有这个也属于臆造。山西省在晚清的时候也没有铸造银元，是他那边也有造币厂，铸造的有铜板，没有银元，所以这也是臆造。我看一下这个，我的天呀，慈禧太后都上来了。晚清的银元里面没有带慈禧太后人像的，这个也属于臆造。这个广东双龙寿制币呢，我就不看了，这也是一眼假。你确实，老爷子说的一点都不假。这要是真的，确实你上千万，绝对的。但是这可惜这是假的，包括这个汽车币，我就觉得有可能是铁的。你看都生铁锈了，这东西，只能拿着玩。但是你要想卖钱是卖不了。我估计啊，老爷子都是在古玩地摊上淘回来的，能明白吧？因为我再跟你说一个，这些东西你就是3年、5年、10年、8年前，这些东西如果都是真的，那都贵得很。那老爷子一个月3000、4000的那个退休金也买不起这个，能明白吗？假的，别再做梦了。来，东西还拿着。你这一说，我不中，我再去别家看看去。好，没事，你到别家看看也行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这刚认识的2个月的相亲对象啊，订婚嘞，我给他说的要28万8的彩礼，他给我了10万现金，给我1斤这个黄金。这金条？对，他说的1斤的金条。对，这3个1斤。那不是啊，美女，你这过来要干嘛？要变现还是咋回事？我想问问这个东西值不值18万8？值不值18万8？对。美女，你这肯定是来错地方了呀。啥来说没有？你这金条啥的，你应该去金店啊，你不能来我这儿啊，我这儿就搞银元的。俺这个男朋友说了，这不是现在的金子，这是以前的老金子，所以说只能上你这来。哦，以前的老金子。对，我上了金店，人家不懂啊。哦，还不是现在的金条。对。我能打开看看吗？可以。那他这金条，这以前的老金条从哪儿来的？他说是他家里面传下来的。传家宝。对。啊，等于说你们现在已经是确定关系了。对呀，这不是订婚才定了。哦，然后这下彩礼要28万8，现在给你10万块钱现金。对。然后剩下18万8，等于说拿这个金条抵。你说的对。他跟你说的多重？他说的是1斤。1斤。对。那要是拿1斤的金条抵的话，我估计应该没啥问题啊。你看现在的黄金，差不多都500块钱1克了呀。这1斤的话就500克，20多万呢，只多不少呀。但是我去俺家里面，俺不是有一个水果店吗？啊，家里卖水果呢。对，有那个秤啊，我回去称了，它都不到1斤。哦，这3个不到1斤。对，我感觉他骗我嘞。骗你的。那你这今天过来主要是，你这是来鉴宝来了？你害怕是假的？对，我也害怕它是假的。首先它重量都不够，我害怕它骗我。哎呀，不过我拎着这金条，我感觉也有点小问题。你这上面这还有黑色的，颜色看起来挺黄。另外一个我看一下这个小的，我刚才看到，哎呀，这里头变色了。
变色了是吧？变色了，这是铜的颜色呀。咦，这黄金不会有这颜色呀。我不是不懂吗？啊，他给我了，这俺家里面的人，你看卖水果的肯定不懂这东西啊。啊，就是首先他称不够，然后再一个就是害怕假嘞。那你这，哎呀，我要不跟你说实话吧，那也不合适。但是跟你说实话吧，人家说了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还得说实话。你这金条我看着都不对。假的吗？假的。我这边做这个银元这一块之前我搞过金银首饰，黄金、白银这一块我也摸了，最起码得差不多20年了。这一上手，你还说重量不够，那肯定不够呀。黄金的密度多高呀！你如果就这3根都是，不管是现在的金条也好，就是老金条也好，重量特别重啊，压手啊。这现在轻飘飘的，这咋能是黄金呢？还有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小的，黄铜的颜色已经露出来了。我估计啊，应该这是铜条，外边镀金，假的。那你说这，我回去我也不能给他愿意的，我叫他10万块钱还给他，我也不要了。反正这东西肯定现在是不对，另外呢，咱保险一点，我跟你说，你到金店，让金店的师傅拿这个小的，用火一烧，就烧出来了。金的，黄金用火随便烧，它不会变色。这要是假的，用火烧完之后，它就会变成其他颜色。哦，管烧都能验是吧？对，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真金不怕火来炼，明白吧？你说的对，我赶紧上旁边那一家叫人家看看去。行啊，没事。老板，你赶紧给我看一下，这回我绝对碰见婚骗了。碰见婚骗了？婚骗啥意思吧？啊，我给他下了1万1的彩礼啊，这家伙你看给我回过来了，竟是1块了，这给哪弄的假我说这不值钱，这你给我瞅瞅，他说的值钱。这家伙给他下了1万1，这净就1块了多，直接这不净贴壳子用铝片子的，这啥家伙？你给我瞅瞅，这些看起来都是银元呀。这啥家伙银元？我昨天扒半天，连个5块10块的都找不住啊！这上面都是1元的啊，都是1块都没有值钱的。这个可算是找着你这专家了，你给我看一下子。我怀疑他们是合伙骗我的啊！净点的从1块的，我感觉不值钱。昨天晚上都打一顿了。打你媳妇儿？对啊，他说值钱，我不信，我打他一顿，你给我看看，如果真不值钱，黑了还得给。哎呀，行，我先瞅瞅。哎呀，这不少啊，数量了没？138块，一个5块10块的都没有，130多块。对，那你要是有5块的，老哥这就完了。有5块的，那肯定就是假的了，因为我看大部分都是袁大头。你说大头的面值呀，在民国的时候有1元的，有5角的，有2角的，还有1角的，确实没有5元或者10元的。你要是碰到那种5元10元的，那都是假的。这种1元面值的反而是真的呀。我大致看了一下，这都是开门的老货呀，100多块，这可不少值钱呀。管值多呀？能值多少钱？我这样跟你说啊，咱就说这里面全部都是普通的，不带板，也就是普通的大头一块，我们现在收的只要壁面上没伤，一块1100，这要是130多块，最起码10几万。咦，这真能值那些钱吗？那确实，如果说这大头有8年的，或者有其他带板别的，那值的更多。你像普通的一个8年，不得3、4千块？咦，啊，你这打媳妇儿不行啊！这，你刚才听你说这下彩礼下了多少钱？下彩礼给他下了1万1，我想这回亏大了，这都是1块，这才值多钱，我给他下万里挑一。我别，老哥，你这是赚大了呀！你下了1万1的彩礼，这给你返回来，这算是嫁妆是吧？嫁妆银元给你弄过来，这压10几万的东西，你还打人？这不是瞎胡闹吗？这不打了，哎，不打了。我听说家里面啊是一罐子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哦，你说你岳父家还有？哎，对，你看他之前了，你给我变现，我叫那还给他要过来，敢不给我还打了。哎，这不行，你说，对人家女儿好点，以后多孝顺
老丈人，那你要是他存的有银元了，肯定会给你。但是你要说这天天打媳妇儿，还想要人家的东西，这哪有这样的呀？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拿了烟，别变现了啊！我看着你这也不那个啥，我看着你也不像缺钱，刚结婚是不是？也不像缺钱。等你啥时候缺钱了，你再出手这个，因为这东西放谁家里都是传家宝。你别看你老丈人家里有这么多银元，他也不是说他自己放的，肯定是上几辈留下来的。想一下这些银元，咱就随便拿一个大头吧。中华民国3年，1910几年，距今已经100多年了，最起码得放4、5辈才放到现在。这些东西都可以当传家宝留着。你要说就是刚到手就卖了，确实有点可惜了。我不喜欢这东西，我不喜欢毛爷爷。就喜欢钱。确定要出手了？确定。你这样吧，你回去跟媳妇儿商量一下。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卖，那到时候我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，肯定给你收了，行不行？可以，你只要说是真的，我讲的还有可多都给你拿过来。那行啊，那到时候一起出手也行。但是你给我搞的，咱有啥说啥的。给你啊。行，老哥，咱有啥说啥的。既然已经结过婚了，好好过日子，不能打人啊，是不是？人家都说了，媳妇儿是用来疼的，不能说天天打。这不打了，这家伙指定给钱。对，不能打。我都弄过来。那行，我就还给你装起来得了。好，行吧？那行，那就这样说。过2天我再给你拿过来。行。好。